国珍，我们刚刚有特别提到，明明是伊朗的战事，中国却停止了这个炼油业者，你不准柴油不准出，你的汽油不准出，是一个暂时经济状态。结果你说这更可怕的是什么？现在中国的能源危机那个警报真的开始作响了。对，我们不是一直说端了委内瑞拉跟伊朗之后，中国的能源会出问题吗？现在果然证实这件事情，因为少了20%的原油进口，还有荷姆斯海峡，现在是谁在控制的？当然是美国控制住了。所以中国50%的原油从那边，现在已经印证一件事情：只要伊朗跟委内瑞拉出事，中国能源出问题了。果然，中国发改委自己就承认这件事情了，开始通知中国的主要炼油者，包括三中跟中国的国家石油厂，立即暂停成品油的出口。对，而且已经要签署新合同，就不能再签了。然后达成协议了，要取消。你原本答应别人，你还要取消，等于现在整个中国汽柴油都会出问题，唯独运往香港跟澳门的燃料油除外，代表什么？不能让香港跟澳门没有油可以用，所以汽柴油禁止出口，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。中国依靠的是什么？出口大量的出口石化产品，打了台塑集团、王永庆7个王永庆不是打得很惨吗？中国的出口要出问题，所以现在中国开两会，陷入一个很严重的局面，叫什么？内外夹杀，本来要靠出口一个轮子在拉动嘛，内需已经都破掉了，结果现在连外销，因为这一场美伊战争，它可能连这个所谓的出口都会出问题。最大的轮胎要变小，要破胎了，对，要倒了，对，所以今年经济成长率可能保不了4.5到5，代表什么？不是这个数字的问题而已，而是中国的整个经济成长要进入一个下降的循环，因为过去靠的是出口，然后进口完全不行嘛，对，牺牲了非常多人啊，包括用补贴啊，包括用人工，其实都是大问题。甚至今天两会的时候，还有一个人出了一个馊主意，这个人是小米的雷军，他竟然讲说官方要补贴机器人，因为我们看到春晚中国人形机器人很像很厉害嘛，中国民族复兴了，所以这些工厂应该要补贴啊。可是其实这是一个大问题，会让中国人经济越来越惨。你知道为什么越来越惨吗？我们看小米，它的机器人能干嘛？只是在锁螺丝，要么装钢板车。它已经可以在汽车工厂做那种最基本工人要做的事情了。没错，他在做基本工人在做的事情，包括装车壳啦，或装 logo 啊，或者是帮忙搬电池啦，这个都是什么低阶的工作。我们鼓励人形机器人发展，是因为让他去做什么？人类危险的工作，或者是非常困难的危险环境，这个当然优先让机器人去做。可是如果你要去补贴这个卸磨杀驴，所以新加坡国大的副教授庄家颖说什么？他说：“全力发展机器人会取代人力，卸磨杀驴，把这些原本的功能造成更多的民众薪资更低，失业更多，不敢消费了。我们不是说中国不敢消费吗？”更没有钱从口袋掏钱会变成一个大型的恶性循环。机器人取代的是最廉价的工人，最廉价的工人没有钱了，没有办法吃饭了，消费就没办法起来了。中国的轮子又破胎了，又倒了。对，所以内外夹杀。你看，机器人是不吃包子不逛夜市，不买衣服我以深圳龙华厂就是当年做最多手机的地方，一天猪肉要吃几十吨，馒头要吃50万颗，包子要吃28万颗。现在不是失业，而是这些养猪的、做馒头的、做包子的。都可能会没生意，所以包子店老板会很生气啊！包子何苦为难包子？最怕遇到没有文化的包子嘛，所以连包子都会出问题，代表整个中国经济可能内需会越来越惨。所以《华尔街日报》说什么？它会进入下降的循环。所以更严重的是什么？大家怎么样？跟雷军一样，所以雷军现在叫丧心病狂了，你知道吗？你看起来好像很丧心病狂，因为他明知道这叫卸磨杀驴，要很多人没有工作，他还要补贴嘛。偏偏更严重的事情，《华尔街日报》讲为什么进入下降循环是大家都在看似标题好像跨入 AI 热潮啊，可是问题出在哪里？《华尔街日报》说这些策略其实他们根本不懂了这些特定行业可能会有风险，你知道吗？什么叫风险？因为大家突然就要做 AI 做晶片，跨入晶片。你是说现在不管我是哪各行各业，我看 AI 是有热潮，我就去投，我管你我的技术是多少，我知道我有钱，我就是赌。
对，但是你可能最后血本无归。对，因为你不懂，而且那是风险。再来是大家都在想什么？刚才雷军讲了一个很关键重点，补贴嘛，补贴骗中国的钱嘛。所以你看到这个叫精致火腿公司，他做什么？你知道吗？做精华火腿。他也说他要做什么？中盛微就是做半导体的，要拿不到20%的股权，要花做精华火腿，说要去做半导体，这真的假的？对，这个就做。你根本就不懂这个行业，你要进来做。还有这个专门做城市绿化的，叫做杭州城市绿化公司，它也要用1.1亿，然后去华南微电子，这个也是做半导体的。你做城市绿化，你要做半导体。还有这家公司做建筑材料、做合板的，它公司还赔钱，你知道吗？它也要去收购晶片制造商。你有没有发现一个很微妙的事情？大家都在做，甚至最夸张的事情，你知道吗？中国 GDP 排名第1、倒数第1的甘肃省，那现在发展什么？变成中国半导体前3大都市，甚至已经到第2大了。它跟广州、跟广州、跟上海一样，变成是中国的晶片之都。甘肃天水现在整个营业额是中国的3大生产的半导体晶片重镇。它原本做的是什么？麻辣烫小镇。所以是什么？麻辣烫晶片。对。真的做晶片，这么厉害，真的做，结果还让它变成全国第2。对，真的在做。你们在开我玩笑？对，这代表什么？资源配置，我们用经济学叫资源配置，可是另外一字叫全民都盲目的去拿政府的补贴，然后去聘出口。可是这些公司专业吗？其实都不专业，所以会陷入一个状况是什么？现在外销你是拿补贴去补贴出来的，内需你现在大家又会失业，而且薪水会越来越低。所以中国要可怕的是什么？这一场两会登场，其实代表它什么？要进入一个严重的下降循环，经济还会更差。体育老师，我们刚好特别讲到，这次两会大家最关注的是什么？第一个，你的经济成长率什么时候4.5%？你的这个所谓经济火车头真的是要惨的吗？结果今天更多的中国网友在看什么？就在两会的过程当中，这个人宋平就这么刚好109岁逝世了。宋平我们都知道，他培养过非常多的中国领导人出来。结果现在中国网友在说什么事情？他们在传言什么事情？他说：“你习近平现在不单单只是在清洗这些高级将领之外，宋平的死，他被称为什么？因为被监控，宋平因为被监控了太久，所以被拔管。”心想有这么离奇的事情吗？对，我先讲啊，很多人可能不太认识宋平哈，但是宋平其实在中国共产党那边是备受尊崇的一个元老级哈。我们常常在讲说北戴河会议哦，这个习近平要跟元老报告，对不对？其实他是元老中的元老，这个他是比元老中的元老，他比温家宝、胡锦涛还要更元老的元老。也就是说，他其实温家宝的出道、朱镕基的出道、胡锦涛的出道，都是宋平当时当组织部的时候拉拔上来的。对，所以其实他是世人。我们讲的是这个拉拔这些所谓的这个年轻人来讲的话是有功的。那当时啊，他其实你知道吗？他的出身很特殊，他是农民出身的。而他小时候呢，到了北平大学，当时叫北平大学哈，这个来读书的时候，结果后来参加抗日的一些学运动被退学，结果隔年又考上清华大学。所以他清华大学化学系毕业的，这个什么意思呢？他是学霸，对，也就是说他以前是很会读书，后来他加入共产党之后，就跟着周恩来当周恩来的秘书，这样一路就上来了。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在这个所谓的共产党里面，他后来跟这个支持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之后呢，等于后面来讲的话，邓小平让他去处理什么，就是所谓的国家计划委员会的这个所谓的副主任。对，什么叫国家计划委员会哦？你看到这个概念是什么？这一次李强所提出来的，不是就是“15+5”计划的开始吗？对，这个叫做5年计划，对不对？对，其实就是他们当年在开始弄的这些东西。所以宋平其实对于中国的改革开放经济是有帮助的。而今天他的一个逝世，就刚好，这个两会是在今天下午3点开，对，而他3点36分去世啊。而且本来还想说这个讯息要不要对外发布，但是后来对外发布了，就有人提到一种说法，什么说法？他可能是不小心被拔管，因为他本身就生病了，他住医院。太阴谋论了吧？那会不会是被拔管，或者是刚好停电，对不对？对，或怎么样之类的，不知道。你看他上一次李克强就不小心在上海东郊宾馆，然后游泳池就暴毙了，心脏病暴毙。对，这么好的这个医疗团队，怎么会突然暴毙呢？那109岁的这个宋平呢，当时他其实在4年前的时候就抱怨过了，抱怨什么东西？你习近平派人来盯我们这些老人了。
每天24小时监视我们了。他其实有跟习近平当面抱怨过，100多岁还要24小时被对啊监视。我行动那么不便了，我也不可能造反，你这么能监视我是吧？为什么这样子呢？记不记得有个画面？上一次胡锦涛被请出去那个画面，对，你知道宋平坐在哪里？宋平就坐在后面，穿着中山装，就是这个画面。对，那个画面是党代表大会，宋平就坐在后面，宋平就坐在后面啊。宋平是他的恩师，是胡锦涛的恩师，看着自己的学生这样子被习近平这样子请出去，他情何以堪啊？所以代表说，他心里虽然这样嘛，敢怒不敢言，但是呢，对于老人元老级来讲的话，至少共产党内部还有一派可能是支持他们。所以这有点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习近平可能在开两会的时候，他知道自己经济状况不好，对，然后我就刻意的，然后把这个老人把他请出去。这位元老从医院把他请出去，对，这个意思就代表什么意思？就中国的元老政治已经消失了，已经没有了。接下来要听我的意思，所以你们谁敢怎么样好，我就帮你把管。好，他的意思是这样子。就有人提到说，这是一个时代的一个结束，但是有人也提到说，这是一个不祥之兆。什么叫不祥之兆？你一个主张开放经济的，竟然两会死掉了，在两会的第一天死掉了，那你中国的经济是不是代表死掉了？这就是一个不祥之兆。所以中国人常常很迷信这些风水，或是迷信这些传说。现在整个网络不再评断说宋平过往到底的功绩是怎么样，而是说在这个时间点，为什么那么刚刚好那么巧？那刚好伊朗现在跟美国之间的这种关系，然后现在中国被卡脖子的情况之下，这一号人物所宣示代表的意义是中国经济已经死掉了。宏观取材，厘清真相，犀利精准，深入剖析，时刻掌握关键，新闻时事不漏接。老时段，新气象，我是钟浩和，关键时刻2.0全新出击。